胡闹！那是你父王，君为臣纲，父为子纲，你怎么可以那样跟你父王说话？去给你父王道歉。本宫跟你说话，你听见了没有？儿臣听到了。听到了还不快去？儿臣不去。你现在是连本宫的话都不听了吗？你今日是吃错药了，还是翅膀硬了？那是你父王。儿臣知道。就算你对你父王有多大的意见，也不该那样说话，寒了你父王的心。父王何曾对我上过心？未曾上心，又谈何寒心？本宫再问你一次，你去还是不去？这么多年，本宫吃过的苦，受过的委屈，桩桩件件都是为了你。你现在连本宫的话都不听了，是吗？来人，把二皇子关回王府，好好反省一下。来人！来人呐！你这是要做什么？母妃身子欠安，需要静养。没我的旨意，贵妃不得外出。是。你这是打算软禁我？儿臣不敢。儿臣只是希望母妃能有一个安静舒适的地方静养、休养身子。我是你母妃，你竟敢这么对我！母妃，母妃，你可曾用心养育过我吗？陪我玩，陪我闹吗？从小到大，您教我、管我，不过是把我当成你壮志未酬的宣泄筒罢了。每次你受委屈，哪次不是尽数宣泄在我的身上？哼，我知道，傅成金找了你是你们合谋害死的巧曼，我无法谅解此事，所以请母妃，你以后不要再干涉我的任何事情，否则我不知道我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。从今往后，我自己的路自己走，好与坏我自己承担。殿下，御史秘密参奏，恐与景王殿下有关。属下听闻，前些时日，御史派人四处打探景王消息。拦下密奏，尽快查清。是。你先下去吧，我想一个人待会儿。都怪我，
杀，你就不会死了。我对不起你。哎，阿丽啊，你吃口东西再走啊！爹，我不吃了，会诊要来不及了。哎呀，婶儿，你们总算来了，我们这边走啊。找你找的好苦。对，你找我万事王办事，你放心。你们小心点台阶啊。哎，好嘞。小芳啊，少爷，你醒了啊？早饭好了，记得吃一口啊，我忙呢。你过来。小心啊！乔叔早，不早了。来银玉村的这段时间，大家都有自己的目标，只有我不知道要做什么。我应该要找件事情做吧。曼曼，我一直相信一句话：天生我材必有用。你只是暂时还没有找到自己的用武之地罢了。这是哪位仙人说的话？好像说的还挺有道理。所以啊，你要相信自己才行。一辈子很长，我们慢慢来。一辈子？你都会陪我吗？那得看你表现了。那我一定会好好表现。哎呀，干什么呢？到时候被我爹看到怎么办？那么晚了，他们肯定睡了。谢谢你，曼曼。怎么还在外面聊天啊？爹，我这都什么时辰了，还在外面花前月下，赶紧回屋睡觉去。爹，我就是跟王爷聊聊天，谈谈心。那也不行，你并未以我乔家女儿的身份嫁给他，这不合适啊。快回屋睡觉去。哦。乔叔晚安。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，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。乔叔说的没错，我并未以乔家女儿的身份迎娶曼曼，确实不同。二公子，你当时在府上的时候，不是跟乔姑娘成过亲了吗？那不一样，那是和阿里亚公主，不是和曼曼。有什么区别吗？当然有区别。王爷该不会还为了昨天的事生气吧？我还没有向所有人宣布我和曼曼成亲了，所以我决定，我要重新向曼曼求亲。行，小曼，教。
求亲。曼曼，你怎么了？怎么不开心啊？王爷准备向我求亲。求亲？多好的事啊！嘘，小点声。你不是期待很久了吗？哎呀，之前我是挺期待的，可是刚刚偷听到了之后，又有点害怕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害怕什么呀？这不是你一直心心念念的吗？多好的事儿啊！哎，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说。哎，这不管怎么说，这锦王爷好歹还有个动静，不像季墨，连个求亲的动静都没有。什么？你要跟乔曼曼求亲？你俩不是刚成过亲吗？之前那个在王府的不算，我还没有正式和曼曼成亲，而且乔叔也没有让我改口，我得明确一下我在万世房的地位。这么说也是，那挺好，挺好。你呢？你难道没有打算向阿丽亚求亲？我就算了吧。阿里亚还没恢复记忆，我这么做，不就是趁人之危吗？再说了，如果他真恢复记忆，他瞧不上我，那我该怎么办？如果阿里亚一直没有办法恢复记忆，你难道要等他一辈子吗？或许吧。如果我们找个办法帮助阿里亚恢复记忆，你觉得怎么样？这能行吗？哎，算，不行，你能不能不要那么怂啊？夫君，娘子，你还没吃早点吧？吃完早点再去学堂吧。快坐下，坐下。哦，坐下。好。夫君，你总是不吃早点就去学堂，以后要按时吃完早点再去学堂。哎呀，娘子，其实不用这么麻烦，我自己随便去厨房吃几口就行。那怎么行？你现在可是有家室的人。来，哎，我自己来。烫着你怎么办？来，啊，好吃吧？再来一口。啊，那个，听说那个谁，那个傅成锦好像要跟乔曼曼求亲了，你看我们要不要也？夫君呛着了。没事，那个娘子，时间不早了，我得赶紧走了，你自己收拾一下啊。哎，不是。曼曼，我有话想跟你说。一会儿再说吧，我现在有点事儿。曼曼，你有什么事儿这么着急？我真的是有重要的事可以跟我说的，曼曼。我没有事找我。你们俩到底谁找谁啊？彼此需要。共同成长。
诉曼曼我要向她求亲了吧？暴露了我的计划。哎，他们这什么情况？那你还没看明白吗？他和他有事儿，他和他有事儿，他俩有事儿，就他俩没事儿，不就这么点事儿吗？哦，哎，那你有事儿吗？我能有什么事儿？吃你的瓜吧。别人不在吧？不在啊。那正好，我有事要和你说。巧了，我也有事找你。曼曼是不是跟你说了什么？你是不是也跟我相公说了什么？我不会出卖我兄弟的。我也不会出卖我的姐妹。那就一起说。季墨决定说你要跟他求亲，他有点害怕。才会向你求亲。他当真这么说？假如我这辈子都恢复不了记忆，那季墨岂不是一辈子都不会向我求亲啊？我也是这么跟他说的。那他怎么说？他当真要这么做。那我岂不是要对着我的真爱老死一生啊？我有个主意。什么主意？你可以假装恢复记忆。假装恢复？我不需要这世间的繁华，你就是我的天下。哎，等，你这计划里好像没有我跟季墨什么事吧？你先听我把故事说完。啊，说。曼曼，曼曼，陈姐，曼曼，陈姐。娘子，娘子，娘子，你怎么了，娘子？娘子，娘子，娘子，这是哪儿？本公主怎么会在这里啊？曼曼，曼曼，啊，坐下歇会儿，坐下歇会儿吧你这故事编的，你自己都不相信吧？那不然你说，应该怎么办？要我说呀，这怎么着也得借点外力，比如我的头撞到了大树。哦，行，你的头撞到了大树之后，你就可以假装恢复了记忆。你在向曼曼求亲，我感动得稀里哗啦的，突然去撞向大树，我是二还是傻？不是，这不都你提的吗？哦，那我就先蹦一下撞上大树，然后树上桃花唰往下落到你们的身边，刚好给你们营造一个氛围，然后你再求婚，是不是？不顺，你撞到树之后你晕倒在那，我们还继续求婚，这样我们也太没人性了吧？哎呀，这不是假晕吗？到时候你一把拉住曼曼，再跟她解释一下不就完？好像有点道理。而且还可以消除他的恐婚的心理。对了，最近没有见到贵妃，她身体怎么样了？贵妃身体抱恙，感染了风寒，恐染病于旁人，就在宫中静养，不见旁人，也不见贵妃外出。太医没有去看过吗？太医就去过一次。只去过一次？
贵妃不喜喧闹，太医就去过一次。哼，她不喜喧闹，我看呢，她是哪里热闹往哪里钻呢。朕让你查的事情怎么样了？启禀国君，这是在御史大人的房中找到的。御史刚见到锦儿，就惨遭不测。看来这件事情严重了。你去，派人把锦儿找回来，就说朕跟他有要事相议。遵旨。我们出去玩一趟，要这么躲躲藏藏的吗？哎呀，这不是躲躲藏藏，咱们出去玩，带着2个长辈，这也不合适啊。哎呀，老乔啊，你说你一天在那跑过什么劲儿啊？也不知道你在跑这玩意儿能干什么。你不懂。什么叫我不懂？我来了，丽莎。哎，什么叫我不懂？乔妹妹，等我一下。哎，什么叫我不懂啊？夫君，等等我。哎，什么叫我不懂啊？门口那家包子铺啊，特别好吃。我跟你说，那家包子铺皮儿薄馅儿大，是吗？我能吃10个。哎，什么叫我不懂啊？我还告诉你，瞧见了吗？傅晨景，哎，刚才就这么走过去，多帅呀，多好的女婿啊！你怎么还不支持呢？不关你的事。什么叫不关我的事啊？啊，儿孙自有儿孙福，自己何苦为难自己，对不对？哎，不对。哎，怎么一个一个都走了？嘿，终于又等到了和你相见，我躲在路口角落，静静等候你的出现。手中信件紧张的握紧一点点，没关系，等你出现，递给你做抱怨。今天微风还有点点，夹杂着我的喜欢，一点一点飞向天边，脑中甜蜜的画面，我已红了脸。今天相恋之后，就带你去疯疯癫癫。我喜欢看你温柔侧脸，喜欢看你的双眼。下个秋天，我承诺爱你永远。阿丽亚，是时候展现你的演技了。准备好了没啊？来。呀！啊！晕了，不行了，晕了！哎呀，怎么样？是不是还可以？哈哈，挺棒的，真的。我不会嘛，教教我。你看，这样其实特别简单。怎么这么慢啊？不能我们捡了一夜的花瓣用不上了吧？你不懂，这种事儿要等时机的。哎，你想，等一会儿那个花瓣漫天飞舞，2对璧人在桃树下定下终身。哇，太浪漫了，多美呀！你这么羡慕，要不然我们也凑凑热闹，我们成亲吧。我才不要凑别人的热闹，我要有属于我自己的热闹。行。当时你在撞树的时候，你的手扶着树，然后撞你的手，这样就不会有那个冲击力。来，我试一遍给你看啊。
1、2、3。哦哦哦哦哦！哇，傅成锦，你真是太棒了！来，你也来试一个。好，手放在上面。啊，走吧，我们去吃饭吧。手放在这儿啊！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。哎呀，我好像还是不会啊。你撞你的手，你就不要怕痛，我来助你一臂之力。来，1、2、3。娘子，来了，快点！娘子，你干嘛呢你？你怎么可以打女人啊？虽然我这姐妹有点傻，有点虎，有时候还不太讲道理，长得也不太好看，但总归是个女人啊！哎呀，你真的是，你拉呀！卡住了，我现在先送阿丽亚回去。来，我帮你。哎，别走！喂，你奇奇怪怪的，搞不懂你要干嘛？怎么走了呀？什么情况？那要不我们撤？啊，撤！九芳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这是？哎呦，儿子呀，这怎么了？这是刚才在外面还好好的，怎么现在成这样了呀？啊，爹，你快请大夫啊！哦，好。哎呀，说，娘子，你醒了，你没事吧？这是哪儿啊？本公主怎么会在这里？本公主，这你恢复记忆了？你不认得我们吗？夫君，他们都是谁啊？娘子，你还记得我？我当然记得啊，你可是我的夫君。那，你不嫌弃我？我怎么会嫌弃你呢？太好了，娘子，你还记得我？娘子，你知道吗？这一天，我日日盼，夜夜盼，我终于等到这天了。哦，对了，等一下。这个是我娘留给我的镯子，说是要送给她未来儿媳妇的，我给你戴上。好吧。好漂亮的镯子啊！夫君，我有点饿了。哦，饿了好办呀，儿子赶紧做饭去。好，我给娘子你打下手。你等我马上回来啊。你不是不认得我吗？我演的呀。演的？对呀，这是我跟你家王爷排演的一场戏。什么意思啊？你家王爷呢，一直想给你一场浪漫的求亲，我呢，也一直想让季墨跟我求亲，于是我们两个就……唉，可惜呀，王爷没求成。不是，那我今天是不是让他伤心了？是呀，要不你以为呢？你要是怕他伤心，你就主动一点。你看看我跟季墨，不都是我主动的吗？主动一点儿。我来接你回家。我不要这世间的繁华，你就是我的天下。
时间为媒，芳华为聘。此生，若你为良辰，我愿为美景。许你一世韶华。妈妈，你都知道了。程锦，你愿一生一世与我坦诚相待，矢志不渝吗？那个，我今天上午不是有意要瞒你的，我发誓我以后绝对坦诚相待，矢志不渝。你是不是傻瓜？我问的是，你愿意娶我吗？你愿意嫁给我吗？这些都是你画的。原来你那么早就在想着和我成婚的事情。这一日，我等了很久了。你看啊，我们婚礼的主要颜色是红色，寓意着红红火火。到时候我还要请全村的人来参加我们的婚礼。全村那么多的人，人多才热闹嘛，这样才会有烟火气。热闹，那等我们以后生了孩子，就会更热闹。才跟你聊婚礼呢。婚礼只是我们漫漫一生中的其中一部分，我得想得长远一点。你的长远一点就是子孙满堂。子孙满堂，到时候季叔和乔叔也都可以安享天伦。到时候孩子那么多，到处乱跑，他们不要嫌烦才是。烦，肯定是会烦的，但我相信，快乐也是会同等加倍。干什么呢？到时候被我爹看到都要说我。你爹总不可能跑来这种地方吧？好像也是啊。辛苦你们了，大清早去买这么多东西。不辛苦，这是给你的婚礼，必须是你想象的模样。掌柜的，有人找。给景王、景王妃请安。我现在已经不是景王了，公公不必拘礼，请坐。景王请。景王妃还活着甚好，国君如果知道您和王妃要大婚，肯定会非常高兴。父王、母后还有宫中的一切是否安好？一切都好，不过这国君的身体是大不如前了。父王年事已高，有些事情其实可以放手，让二弟代为操持。国君又何尝不想？只是这姿事体大，二皇子心思复杂，国君他放心不下。二弟心思虽然复杂，
但本性不坏，加以引导，也是能有一番成就的。这人性复杂且会变化，现在由二殿下代理朝政，可是在他的带领下，这陆沼是越来越不太平，各处灾祸不断，蝗灾已经失控，难民流离失所。景王，国君的心意还是希望你能回宫中辅佐左右。此地才是我的安身之处，还请公公替我转告。景王，我心意已决。公公，慢走。你要是想回去看父王母后，我陪你回去。父王会不会觉得你是因为我才不愿意回去啊？母后深居简出，我的心思与母后一样，父王应该懂的。这一切全部都是我自己的选择，与你无关。之前你让我们一直盯紧的内侍出宫了，我们一路尾随，发现内侍去了一个叫隐逸村的地方，跟景王碰头。还有呢？还有景王妃，不，乔曼曼，她并没有死，而是当下还在筹备婚礼。二殿下日夜思念乔曼曼，他如果知道乔曼曼还活着，一定会很高兴吧？你倒是很会揣摩主子的意思啊！大人教得好。大人，大权在握，绝不能让殿下再被那个女人分心。殿下，刚刚得到消息，国君派的内侍去宫外和景王密会。还真是父子情深。王兄就算不在京城，父王对他也是日夜思念，而我日日在身旁尽孝，对我也只是诸多指点。既然已经知道傅成锦的下落，那是不是斩草除根，以绝后患？眼下若是王兄出了事，万一传到京城，于我只是大事不利。那殿下的意思是，传信的内侍在哪？在回来的路上。那便送他上路吧。属下明白。盯紧点，以后若是有宫人、内侍胆敢私自传信给景王，一律杀无赦。是。怎么当差的？后君，平日我才是七分热腾，越来越不中用了。行了行了，别擦了。这什么时辰了？二殿下怎么还没有来？二殿下到。儿臣给父王请安。你还知道给父王请安呐？云儿，你可真孝顺呐！儿臣惶恐。这所有的奏折，都是在催促朕尽快拥立东宫。父王正值壮年，身体康健，处理朝政自是没有问题。怕是因为父王起了立储之意，所以大臣们才会想着顺应天意。顺应天意？你觉得立你为主，那就是顺应天意吗？父王，为何不是？王兄已经不在了，我若不是天意，那谁是天意？
你好大的胆子！父王，保重身体啊！对了，今日父王叫儿臣前来，不是为了商讨西北蝗灾之事吗？儿臣早就说过，马世龙在往年治灾之中表现极佳，可堪此人。朕说过，此人品行不端，不能委以重任，你忘了？父王无需担心，他人此刻已在西北处理此事，儿臣为父王分忧，乃是分内之事。李侍郎治灾无能，儿臣已派人将其斩首，以慰百姓。对了，父王，东北水灾之事，儿臣已派金御史去了，父王无需担忧。父王已到了颐养天年之际，这宫中诸事，儿臣自会打理。高内侍，将父王送去云后宫中歇息。父王身体不适，胆敢有人擅自闯入，惊扰到了父王与云后，一律杀无赦。你这个畜生！畜生！啊！国君，国君，国君，国君！畜生！国君，来人！轩辕翼，轩辕翼！傅云诺，你什么意思？自打景王离开以后，你处处回避我，你想干什么？文虎，要不是我今天在这儿堵着你，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见你。怎么，你想过河拆桥啊？将军哪里的话，王兄走后，宫中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呢。少跟我在这玩虚的！我助你走到如今，你现在却丝毫没有助我登基的意思。你这不是过河拆桥，是什么？别以为我不知道，现在宫中你一手遮天，这上位是迟早的事。鹬蚌相争，你不过是坐收渔翁之利。以你现在的处境，有什么资格来要求我？我是看你久不见我，过来提醒提醒我。我自有安排，不劳将军费心。那我静候佳音。殿下，这个人打算怎么处理？没用的人，留着也是浪费粮食。各位，眼看着难民就要进咱们村了，平日里你们可都是有主意的人，我们特意请教各位，看看咱们现在该怎么办呢？村长啊，这些难民呢，无非就是要粮食，那咱们分给他们一部分粮食，他们自然就走了。好主意啊！唉，咱们村本来就不富裕，实在是拿不出多余的粮食来给难民呢。村长，要不这样，我派人守住村口，他们就进不来了。这也只能解决一时之需啊。咱们村就这么多人，可难民数量众多，恐怕扛不住啊。他们当中万一有人得了瘟疫，那咱们整个村里就陷入危机之中了。可惜公子去邻村买东西了，要不然公子肯定有办法。什么？就他？能行吗？肩不能扛，手不能提的。你说什么呢？村长，您话可不能这么说，那是因为您不了解我们家公子。这种事情如果他在的话，轻而易举就能解决。村长，
不好了，这难民已经进到村口了。什么？难民来了？连个村口都守不住。这，万一感染了瘟疫，诸位放心，我已经把难民安置在村口。谁让你擅作主张把难民给放进来的？是啊，村长，还请村长号召村民拿出粮食救助难民。我们村实在是不富裕，拿不出那么多粮食给难民呢。每家每户只需要提供5斗米。5斗？那能够吗？你这是缓兵之计，我们不上这当。以铁为证，5斗米够了，绝对不会多要。村长，如果不提供粮食，难民便会抢，到时候不仅保不住粮食，还会造成更多的伤亡。现在村外已经有难民正在暴动，各位，请你们好好想想，想想你们的家人。这5斗米不仅能够救助难民，还可以保全我们自己。5斗米真的有用吗？君子一诺，以铁为证。那瘟疫呢？瘟疫怎么办？患有瘟疫的难民已经被隔离在村外的山上，没有治愈，不会下山，还请各位无需担心。阿里亚，日后还要麻烦你医治山上的难民。没问题，交给我吧。不就5斗米吗？我们家愿意出。我出5斗。我也愿意。我也愿意，我也出。好，既然这样，那就信你一回。这样，我作为一村之长，我出10斗。哎，多了没有啊？就这10斗。多谢村长，多谢诸位。傅公子，既然如此，那我就去发动村民们去准备了。村长，我们一行人一同随你去。好，来，行，村长，走。我们也回去准备吧。爹，你看，我果然没看错人吧？傅成锦他确实有很多办法。我从未怀疑过他的能力。让我耿耿于怀的是，王爷本不应该在此村庄了此一生啊。可这不是他一直以来的愿望吗？从前王爷被自己的过去所累，但现在呢？阿曼，王爷心怀大志。如果有一天他下定决心面对自己的内心，你一定要陪着他，因为明君正是现在陆兆所需之人。爹，你放心，他以后不管做什么决定，我都会相信他，陪他走到最后的。走吧。哎呀，太呛了。哎，不过我们就这点粮食，难民很快就吃完了，以后怎么办呀？再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。刚熬好一点粥端出去，难民就开始哄抢，体格瘦弱的人甚至都没有口粮吃啊！那怎么办？哎，这什么呀？你们哪来这么多馒头？这是我让村民帮忙蒸的。哇！你把馒头丢进粥里做什么？现在粮食不足，用馒头泡粥，一方面可以避免难民暴饮暴食、消化不良而发生意外，另一方面，在粮食不足的情况下，能够增加难民的饱腹感，让粮食撑得久一点。这些先交给你，我们再去拿一些。好，走啊。你过来一下。公子，那我取馒头去了。小叔，我之前对你确实过于苛刻，如今看来，你心中确实有百姓。小叔，我自己就是百姓。你本不该在这里，其实你心里很清楚。我不会回宫的，小叔。我想过的，就是这种闲云野鹤的生活。
你觉得木桶里边到底能装什么呢？其实木桶只是个称呼，里面装水，它就是水桶；装粮，它就是粮桶。至于你想要在它里面装什么，你迟早会明白的。殿下，灾区那边传来消息，马侍郎赈灾不力，贪污赈灾银两，致使民怨四起，发生暴乱。殿下，现在民心不稳，再这样下去，朝内大臣的心也会乱，对您登基大位十分不利。殿下，您是又想那个女人了吧？归虎，不是太久没教你什么叫做规矩了吗？纵使逾矩，归虎也要死谏。事态紧急，殿下切不可因为一个女人坏了大事。传话给马侍郎，告诉他，暴乱和灾情的事情，一定不能传到京城，必要时刻，可使用雷霆手段。大家快起来，有好心人给我们送吃的来了。闺女，快谢谢好心人。你们先拿着碗，来，这来了。小心烫，小心烫啊！来，慢慢喝。不够再来啊！大家慢点，坐下来慢慢喝。慢点喝，小心烫。你看，这么多难民都能够活下来，多亏了你。我没有想到演艺村竟然有那么多难民会来，这西北蝗灾比我想象的还要严重很多。孙侍郎见信如面，西北蝗灾严重，难民流离失所，控制饿殍数量，开仓放粮，乃为必要之举。切忌在周济灾民之口粮中掺入少许馒头，一则能控制流民进食速度，不致因暴食而使人暴亡；二则能使口粮持续时间变长。流民数量暴增，必因上下联络有轨，务必联络内阁元老，弹劾掌事之人。成亲。公子，大婚的事情准备的怎么样？一切都准备妥当，就等良辰吉日了。好。快马送出。好嘞。谢谢傅公子救了我们。应该的，应该的。傅公子，傅公子，感谢傅公子，这一次多亏了傅公子，我们这些人才能存活下来。傅公子，你真是我们的再生父母啊！这都是傅某应该做的，真要感谢，得感谢演艺村的村长还有村民，没有他们，我们也办不到。哎呀，谢谢村长。没有，照顾不周啊。你看，他们现在都很爱你，而且他们爱的是傅成锦，而不是锦毛。谢谢。大家安静一下，安静一下。听说呀，这傅公子和乔姑娘、季先生和阿里亚大夫，不日将在咱们演艺村喜结连理成亲啊！哎呀，恭喜傅公子！多谢多谢。各位，喜酒当日还请多饮2盅，务必要尽兴才行。谢谢大家。多谢，谢谢。夫妻对拜。哇！送入洞房。哎，排演的不错啊！晨会那天咱们就按这个来啊。哎，你们俩也别傻站着呀，你们俩也排一下。来，来，拿着。哎，来，跨马鞍代表平安长久之意。快呀！赶紧的，别傻笑。
养害呢？好，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。夫妻对拜。送入洞房。就地洞房，就地洞房。小峰，你在瞎说什么呢？什么叫就地洞房啊？就地洞房还能站那么多人呢？走！哎，你走。其实今天的场景已经在我脑海里演练了很多遍。我们要走几步，场地要怎么布置？因为我想给你一个完美的婚礼，现在眼看就要实现。我乔曼曼一定是修了3生3世的缘分，这辈子才能遇见你。是我傅成锦修了3生3世的缘分，只为今生与你相。殿下，灾区传来消息，武力镇压引起灾民暴乱，景王让九峰送去赈灾之策，部分地区已经平稳下来。傅成锦送去救灾之策，本王已放他自由，他竟然还如此不安分。宫中都在说，景王英明睿智，乃真命天子。如今，大臣们的心已偏向景王。鬼虎，乔曼曼没死的事情，你竟敢瞒着我！天下应以大局为重，尽快拿个主意才是。好，拿个主意，拿个主意。好啊，倪大人，郡一村，把除了乔曼曼之外的人，统统都给我杀掉！还有，务必把乔曼曼活着给我带回来。是。乔曼曼竟然没有死，她竟然没有死，她还活着，还活着。一会儿我们就直接闯进去。季墨，你负责堵门，我负责分散他们的注意力。喂，你们在这儿干嘛呢？昨天晚上我发现阿丽亚偷偷摸摸、鬼鬼祟祟地跑出村子。昨天晚上我发现曼曼拿了很多钱，鬼鬼祟祟地进了屋子。昨天晚上我发现2个人鬼鬼祟祟地背着我们做了什么不为人知的事情。难道你就不好奇他们俩到底做了什么吗？他们居然有秘密瞒着我们。对呀，没错，对，咱们现在就直接闯进去，去揭穿他们的阴谋。走，走。
放心，我的东西绝对好货。你要的东西我都拿来了，我的呢？放心，我做生意一向诚信为本。别动！报告组长，货物交出来！拿出来！拿出来！把你手上的赃物交出来！不给！交出！不给！你不要跟我抢，把东西还给我！这……你们小凤拿着！给我！给我！拿好了！手里啊！还给我！来，上来！还给我！怎么回事啊？干嘛呢你？好好的红盖头都被你撕裂了！哎呀，曼曼，不就一个盖头吗？至于吗？你懂什么呀？这是我好不容易才找来的福气盖头，叫长相守，现在都被你们撕裂了，多不吉利。这个撕裂了，再缝起来就好了嘛。你说的容易，这可是金丝银线穿的，还是双面绣，正面是郎情妾意，反面是举案齐眉。这么考究的做工，咱们村还有谁会吗？你给他们弄那么好，那咱俩的呢？咱们的叫长相思，在这儿呢，放心吧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寂寞。哦，哎呀，这怎么办？这太遗憾了，这盖头都成这样了。哎呀，怎么办呀？这，哎呀，怎么办呀？你给我下来！你们三个给我出去！还有寂寞你，快！妈妈，出去！都给我出去！妈妈。怎么办？我的长相守。要不我试试？月堂，你可以吗？我之前跟公主学针灸的时候，针灸没学会，但是我学会针指了。这个吧，真有点难，但是我尽量吧，我努力。可是后天就是婚期了。没事儿，放心，交给我吧。你们两个就给我风风光光、漂漂亮亮的出嫁就行。月堂，真的是太好了。想感谢我的话，等我出嫁的时候，多给我准备点嫁妆就行。月堂，你倒是不羞，一仆二主，连九峰都还没嫁呢，都开始想着帮人家攒家底儿了。啊？有意见吗？我吓我一跳，大晚上的不睡觉，干嘛跑过来？明天不是还有事儿吗？来陪你呗。月桃，你今天真好看。我知道。我哪天不好看？我的意思是，你今天格外好看。月桃，等另外2对儿婚礼之后，我们是不是也抓紧吧？抓紧什么呀？就抓紧，抓紧！你别给我烧了，我好不容易缝上的，
你给我烧坏了怎么办？我说让蜡烛离我远点儿，你离我那么远干嘛？我能吃了你？哦，再过来点。哎，你再近点嘛。你别看我，我就看。那你好好看。哎，我要赶紧修盖头了，不然他们后天没得用。哦，他们没有就没有呗，我们倒是有就行。我们有，你来修啊？我来修啊。那你肯定修得很丑，我可不改。我一定绣得特好看，巨好看，绣一个巨大的大盖头。算了吧你。乔叔早。王爷，曼曼还没有起床，让她多睡会儿。乔叔，如今已经没有景王，只有傅成锦。罢了，你跟曼曼婚礼将至，有些话想要叮嘱一下。乔叔您说。